我花30年把素方辣酱从路边摊做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还每年用自己的分红研发新品，只为让品牌做得更长远。结果公司年会上，3个亲儿子竟联合一帮高管集体逼宫。妈，应该歇歇了。看着他们的咄咄逼人的嘴脸，我什么也没说，带着新配方转身离开。没出半年，老公司口碑崩盘，合作商纷纷撤资，面临破产。而我这个被他们嫌弃的老母亲，带着新配方另起炉灶，大杀四方。这30年，我们靠的是死守古法，靠的是不计成本的选料。下一个30年，我决定拿出今年利润的40%，全额投入到实验室的深层发酵研发中。我们要让中国辣酱真正走向世界。妈，研发的事先放一放吧。关于公司的未来，我们3兄弟和董事会有一份更重要的报告要给大家看。陈总近2年的决策过于保守，研发投入产出比极低，严重损害了股东利益。妈，医生说你年纪大了，容易固执。现在的市场是资本的时代，是流量的时代。你那种慢工出细活的旧思维，已经成了公司上市最大的绊脚石。你们这是要逼我下台？这叫现代化治理，以后原料采购我来管，成本起码能降30%。老3负责营销，请个流量明星，销量直接翻倍，你就安心回家抱孙子吧。3儿子陈杰也跟着点头，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急不可待的贪婪。我转过头看向台下的高管们，那些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此时一个个低着头或者左右张望，唯独没有一个人敢与我对视。原来这场戏他们早就排练好了。为了公司好，也为了我们母子的情分，签了吧。陈总，请吧，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同意这份重组方案的，请举手。好。妈，这就对了。股份分红的部分，我们会按季度打到你的卡上，足够你。股份我一子也不要。我陈素芳净身出户，但这30年我总得带走点什么。实验室里那缸去年研发失败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废品，我要带走。另外，老周得跟我走。妈，你真是老糊涂了。那1缸酱发酵的又黑又黏，连猪都不吃，你要那东西干啥？行，带走吧，省得我们还得花钱请人清理实验室。老周都60好几了，腰都直不起来，你要带就带走吧，正好公司要裁掉这些高薪低能的老古董。老板，车在外面等着了。素方辣酱，今天就当死在了这间屋子里。走出大厅的那一刻，阳光有些刺眼。老周，怕不怕跟我重新开始？老周嘿嘿一笑，拍了拍那把铲子。只要缸还在，铲子在，这味儿就丢不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高耸入云的集团大楼，陈瑞他们正忙着在台上开香槟庆祝他们终于赶走了那个固执的老太婆，而我在等待那缸废品在沉默中惊艳世界的时刻。妈，走这么快干什么？我让司机送你。哦，以后公车你不能随便调了，我帮你打个出租。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这张脸曾经闯了祸，躲在我怀里哭，求我摆平学校的处分。如今他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不用，我坐老周的3轮。3轮车。妈，听儿子一句劝，以后买菜多看标签，看到打折的再买。那什么研发就别碰了，烧钱的无底洞。您那点积蓄经不起折腾，回家安生待着吧。素方这块招牌，我们会把它做成最赚钱的工业品。至于味道嘛，这年头谁还在乎那口老酱？大家在乎的是流量，是包装。二少爷，做人不能没良心。
没老板这口老将，哪有你一身名牌？老东西，没你说话的份儿。跟着个过气老太太，有你哭的时候。我拉住老周，转身最后一次抬头。大楼顶端，素方辣酱4个霓虹灯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30年，一缸一缸酿出来的名字，可此刻那4个字在我眼里，透着一股腐烂的铜臭味。妈，还留着这破布干什么？丢不丢人？陈磊，你记住，这栋楼这块招牌你们拿去，但我能做红1个素方，就能做红第2个。你们缺的从来不是我的位子，是这条围裙上30年的汗味。老周，走，承销那个厂房。我们已经正式引入了鼎晖资本的10亿封资，目标是3年内完成 IPO。素方辣椒将从传统的家庭作坊彻底转型为现代化的资本运作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我们已经终止了与贵州深山辣椒基地和南郊农田的直采合同。以后我们将统一采购工业化生产的辣椒面，并引入最先进的发酵模拟添加剂，生产效率将提升5倍，成本降低60%。简直是胡闹！没了好辣椒，那还叫辣酱吗？那是化学水。老板，这帮人一天都等不及。等不及才好，跑得越快，摔得越重。老板，这地基太硬，回水沟得重新挖。我来。老板，咱真从这儿重新开始。怎么怕了？不是怕，就是30年前您从0起罢，那会儿才25，现在55，经验多了30年。老周，酱的灵魂在菌群里，不在不锈钢的机器里。只要这钢种还在，这火就灭不掉。还有这贵州蕉农、南郊农田，这都是30年的交情。他们砍了直采基地，这些老农户就成了没人要的散户。我用高1成的价格全签下来，好辣椒没了去处，正好全归我。陈总，陈总，真的是您？您怎么在这儿啊？您怎么能干这种活啊？他们说您退休享清福去了，他们怎么敢这么对您？您是咱们的定海神针啊！您当年带着我们一瓶一瓶卖酱的时候，他们还在穿开裆裤呢。现在他们开着豪车，住着洋房，让您在这儿挖泥巴。老张，不碍事。这地里的泥比大楼里的地毯干净。你看，这胶多好，红的透亮。有他们在，我陈素芳就还没倒。老板，只要您开张指挥一声，我们这帮老骨头爬也爬回来跟您干。老周，齐产！就是这个味儿，比以前的素方还要正，还要厚。好，枫坛发酵，素真酿造。180天后，见证奇迹，陈家3兄弟坐稳了，真正的味道要回来了。老板，
你尝尝。我拧开瓶盖，没有听到那种发酵成熟后特有的轻微的扑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闷的摩擦感，一股刺鼻的带着工业香精味道的辛辣气味扑面而来，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醇厚带有豆豉和焦肉复合香味的底蕴。我舀起一勺酱体，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半透明的亮红色，那是增稠剂和色素的杰作。放进嘴里，第一感觉是咸，死咸，接着是火辣辣的刺痛感，那是化学提取的辣椒精在作祟，最后舌根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苦涩。苦的，廉价辣椒面里的硫磺没除干净，加上为了压成本用了劣质的菜籽油，还有那些为了延长保质期过量添加的防腐剂。老周，这已经不是辣酱了，这是化工合成品。他们这是在挖咱们的根呐！30年的口碑，就这样让他们糟蹋了。我没说话，只是打开了手机。此时的社交平台上，一场关于素方辣酱变味的讨论正在悄然发酵。虽然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粉丝控评给压了下去，但那些真实的哀号依然清晰可见。素方辣酱怎么了？从小吃到大，这次买的怎么一股塑料味儿？我是老粉，这绝对不是以前的辣椒，吃完胃烧得难受。楼上的别黑，我们家哥哥代言的能有错？那是你们口味变了。现代工艺更卫生，懂不懂？看着那些狂热粉丝为了维护偶像在评论区围攻失望的老顾客，我心里浮现出一抹冷酷的快意。陈瑞、陈磊、陈杰，你们以为请个明星买几个热搜就能把消费者的味觉给阉割了吗？我们要打破传统辣酱土。苏仙河代表的是年轻、活力与时尚，我们的新配方更符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销量已经突破了历史记录。资本的入场让素方辣酱插上了翅膀。我们本季度的财报利润增长了200%。以前那种靠天吃饭、死守原材料基地的做法是农业时代的残余，必须被淘汰。老板，你笑什么？我笑他们死到临头而不自知。老周，做餐饮的人最忌讳的一点就是把食客当傻子。利润增长200%，那是因为他们把省下来的原材料钱、研发钱，全都变成了这些虚假的数字。可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广告，咱们的素真连个水花都没有。不急，这种靠添加剂堆出来的繁荣，就像是吹得巨大的培皂泡，只要有一根名为真相的针，轻轻一扎，就会碎得无影无踪。我知道，为了压成本，一定在生产线上动了更多的手脚。那些廉价辣椒面容易生霉，它肯定加了超标的克菊力。为了口感顺滑，它一定用了工业级的分离油。这些东西瞒得过一时，瞒不过抽检，更瞒不过那几千万双挑剔的筷子。老周，把咱们第一批试用的素真分装好。既然他们想玩火，那我就帮他们把这火烧得再旺一点。我回头看向那瓶金灿灿的素方辣酱，它在昏暗的厂房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曾经那是我的骄傲，现在它只是我送给那3个逆子的葬礼祭品。变味了也好。不变味儿，大家怎么知道真正的素方已经不姓陈了呢？所有的流量和资本不过是随风即逝的尘埃。陈家3兄弟，狂欢吧，尽情的狂欢吧，因为你们每卖出一瓶变味的辣酱，就在给自己挖深1寸坟墓。我在这废旧厂房里，等着看你们哭的那一天。180天，对于大楼里的陈瑞他们来说，180天不过是2个季度的财报，是几次 PPT 演示和几场虚伪的庆功酒。但对于我和老周，对于这间漏风的厂房和这10几口陶缸来说，这180天是菌群在黑暗中无数次的生死轮回，是时间在泥土与食盐之间刻下的秘密。老板，时辰到了，开摊。那一瞬间，原本寂静的厂房仿佛被点燃了，没有工业添加剂那种刺鼻的廉价的甜腻，也没有辣椒精那种火烧火燎的燥辣，一股醇厚深邃带着岁月陈酿气息的复合香气，像一头蛰伏已久的巨兽，猛地从缸底咆哮而出。
那是顶级灯笼椒，在经过6个月慢发酵后，果肉纤维彻底破碎，与豆豉和秘制香料深度融合后的灵魂。它先是像潮水一样填满了整间厂房，接着顺着破碎的窗户缝隙，蛮横地冲进了细雨蒙蒙的街道。就是这个味儿，不，比30年前那个味儿还要厚，还要润。老板，成了，咱们真的成了。在晨光下，这酱呈现出一种内敛而高级的深红褐色，油润而不腻，挂壁而不粘。我轻轻抿了一口，先是微甜，接着是绵长的咸鲜在舌根处炸开，最后一种温和而有力的辣感缓缓升起，没有苦涩，没有工业残余的燥热。老板，咱们赶紧装瓶吧。我联系了几个以前的经销商，他们现在正被速方那边辨识的货搞得焦头烂额，只要咱们这酱一漏沫。不，老周，咱们不卖，不卖，不卖。咱们账上剩下的钱可不多了，这几个月的原材料和房租，这点钱我还撑得住。现在的速方正靠着流量、明星和资本大肆扩张。消费者虽然觉得味道不对，但还没到彻底爆发的临界点。咱们现在进场会被他们的营销预算活活淹没。那咱们这酱送，装成小罐，不贴标签，只写素真适用，送给这方圆5公里内所有的苍蝇馆子，尤其是那些开了10几年的面馆、抄手铺子。半个小时后，我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3轮车，载着几10罐新酱出发了。我第一站选的是老李的面馆。老李这人嘴刁，在这一片开了20年担担面，以前一直用速方的酱，但自从陈磊接手后，老李已经跟我抱怨过好几次，说现在的酱一股药味儿，糟蹋了他的面。老李，试试这个。速方啊，你这是你退休的事儿我听说了。哎，那3个娃儿不争气呀。现在的速方辣酱我这儿已经停用了，正打算自己熬点辣油凑合呢。你先尝尝，觉得好用再跟我说话。老李狐疑地接过罐子，一拧开，那股霸道的香气瞬间在狭小面馆里炸开。好香啊！老板，这熬的是啥？这味儿绝了，闻着就流口水。速方，这才是你呀，这才是咱老百姓惦记了30年的那口味道啊！不，这比以前还要好，这酱里有魂儿。红亮的油花瞬间裹满了每一根面条，香气像长了翅膀一样往外飞。门口路过的一对小情侣本来已经走过去了，闻到这味儿，竟然鬼使神差的倒了回来。老板，给我也来一碗，就要那个酱拌的。不到1个小时，老李店里的素真试用装就被食客们抢光了，甚至有人愿意出50块钱买走剩下的大半罐。老李死活不干，像护宝贝一样抱在怀里。老板，你手机快被打爆了。我接过一看，全是老李他们打来的，还有几个是通过食客口口相传找来的餐饮老板。陈总，那酱还有吗？多少钱我都买。陈姐，我是老张啊，刚才在老李那儿吃到那口酱，我眼泪都下来了。求求你给我供点货吧，我那店快被现在的劣质酱搞黄了。陈瑞他们以为掌握了超市的货架，掌握了电视的广告位，就掌握了市场。可他们忘了，中国人的胃是有记忆的。最高端的品牌从来不是在 CBD 的写字楼里诞生的，而是在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里。老周，不急着回电话，让他们再找找，让这股味道再飞一会儿。现在的速方辣酱就像一个外强中干的巨人，浑身贴满了金箔，内里却已经腐烂发臭。而我的素真就是那一星足以燎原的火，等这股味道传遍全城，等那些被劣质工业品折磨的舌头重新苏醒，那就是我回城收债的时候。老板，我这把老骨头已经等不及看那3个少爷哭鼻子的样子了。夜色降临，厂房里弥漫着醇厚的酱香。这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而大楼里的那3兄弟恐怕很快就要睡不着了。老李的面馆火了，准确的说是老李面馆里那罐没有标签，甚至连瓶盖都有些生锈的赠送酱料火了。
屏幕里，一个坐拥千万粉丝的顶级美食博主探店饕餮客正坐在老李面馆那张油腻腻的小方桌前。这个博主以毒舌著称，半个月前他刚发过一个视频，把陈瑞他们斥巨资营销的新版素方辣酱 P 得体无完肤，直言那是资本对大众味觉的集体谋杀。兄弟们，今天我不探名点，就带你们来这家开了20年的老面馆。老板老李跟我说，他这儿有一款扫地僧级别的酱料，能让我找回消失了30年的味道。说实话，我不信。就在酱料与热气腾腾的面条接触的一瞬间，即便隔着屏幕，我似乎都能听到那种香气炸裂的声音。饕餮客的动作僵住了，他原本玩世不恭的神情瞬间收敛，鼻子用力地耸动了2下，眼神里闪过一抹不可思议。他顾不得烫，狠狠挑起一大坨面塞进嘴里。这味儿，兄弟们，我收回刚才的话，这不是扫地僧，这是神技。现在的调味品市场到处是科技与狠活，完全蜕别，到处是资本催熟的化工品。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吃不到这种纯粹靠时间、靠良心酿出来的味道了。这酱里有种厚度，那是整整半年的慢发酵才能磨出来的骨气。它不燥不苦不假，每一口都是辣椒和豆豉在灵魂深处的共鸣。老板，这酱叫什么？哪儿买的？这酱的主人说这叫素珍，他不卖，就送给我们这些老伙计试用。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但评论区已经彻底疯了，全网悬赏寻找素珍。饕餮客居然吃哭了。上次他吃人均5000的私房菜，都说像啃木头，这酱到底什么来头？素珍，素心如初，真味无双，这名字绝了，听着就像是打脸某方的。求地址，求购买链接，我愿意出10倍价格。不到24小时，寻找消失的味道和辣酱界的扫地僧2个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老板，咱们的电话被打爆了。不光是食客，还有好几个全国连锁的餐饮巨头，甚至连以前那几个背叛咱们的经销商都托人打听素珍的产地。远处集团大楼的轮廓在夕阳下显得有些落寞。我知道此刻的陈瑞、陈磊和陈杰一定正围在会议室里，看着这个视频发疯。他们花了几个亿请明星买流量，试图定义什么是现代辣酱。可我只用了几口破陶缸和1年的沉默，就让全网记住了什么是真正的味道。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比当年我赚到第1桶金时还要痛快。不回，一个也不回。啊，老板，这可是大好机会啊！老周，你要记住，咱们现在不是在求着别人买酱，是他们在求着咱们给一条活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等素方那边的质量危机彻底爆发，等全网的胃都被吊到了嗓子眼儿，咱们再出山。喂，妈，那个视频你看了吧？那个素珍是你做的吧？妈，你闹够了没有？你要是缺钱或者想要回研发权，咱们回家关起门来商量。你这样搞会毁了素方这个招牌的，这可是咱们陈家的命根子啊！毁了他的不是我，是你们的贪婪。陈瑞，你记住了。素方是我的名字，但味道在我手里。你们手里攥着的不过是一堆发臭的烂钱。老周，准备装瓶。第一批不卖给经销商，直接在咱们厂门口开个临时点儿。我要让那些真正懂味道的人亲眼看着这口酱是怎么出来的。这一夜，废弃厂房外的马路上开始出现了不少豪车的灯光，他们都在寻找那个扫地僧，而我陈素芳就在这黑暗与破败中静静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这一仗，我不仅要赢回我的名声，更要让那些偷工减料的心在真味面前无所遁形。陈素芳，你到底干了什么？二少爷，这儿现在是素珍酿造，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滚开，老东西！南郊的王大户，还有贵州那几个老顽固，为什么突然全部拒绝供货？我加价30%，他们都不卖，甚至连合同违约金都不要了，是不是你搞的鬼？陈磊，我教过你，做生意要先做人。你当初为了压成本，单方面撕毁跟他们的长期协议，还克扣人家的尾款。现在你的劣质辣椒面被查出重金属超标，想起找好椒来洗白了。晚了。你怎么知道重金属超标的事儿？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把那批毒辣椒面掺进老库存里就能瞒天过海？消费者的胃会报警，监管部门的试验单更不会撒谎。现在大批退货潮已经到了吧？你急着要这批顶级灯笼椒去调色，去掩盖那股工业苦味，对吗？妈，就算以前是儿子不对，可素坚也是你的心血啊！现在公司急需这批货压阵，你把南郊那片地的份额让给我，我出2倍不3倍的价格。你现在这么穷，守着这破厂房有什么用？拿了钱去养老不好吗？你笑什么？我笑你到了现在，还以为钱能买到一切。陈磊，你以为我是靠加价截胡你的？不，你错了。这是我跟那几个核心产区签的技术入股协议。我陈素芳没钱，但我有这30年积累的种椒技术和深层发酵菌种。我把这些无偿提供给椒农，帮他们改良品种，提高抗病力。作为交换，他们所有的顶级果实都是以成本价入股我的素珍。我们是利益共同体，是命连着命的伙伴。你加价30%，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个随时会卸磨杀驴的投机分子，而我是他们的技术支柱，是他们翻身的希望。你拿什么跟我争？你居然用技术入股！喂，二哥，你在哪儿？南郊那边的人把咱们的采购车全给扣了，还有那个美食博主饕餮客又发视频了，他拿咱们的新酱和那个素珍做了对比化验，咱们的添加剂超标，全网都知道了，股价跌停了，大哥已经气疯了。妈，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不是我逼死你们，是你们自己掐断了生路。从你们决定偷工减料的那一刻起，你们就不是在做食品，而是在做毒药。我的素珍不需要截胡任何人，因为在这个行业，姜永远是老的辣。老周，送客。看着保时捷消失在漫天的尘土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只是第一次交锋，陈家3兄弟，这口苦果你们才刚刚尝到滋味。接下来的连环重锤，你们可要接吻了。老板，素芳辣酱爆雷了！我接过手机，屏幕上那深红色的爆字赫然挂在热搜榜首。素芳辣酱被检出工业级防腐剂，紧随其后的是官方发布的通报截图，字数不多，却字字如刀，精准地刺入了素芳辣酱那早已腐烂的心脏。经群众举报及抽样检测，素芳品牌旗下多批次产品非法添加工业级脱氢乙酸钠，长期食用具有致畸致癌风险。目前已责令全线停产，启动全面召回程序。那一瞬间，我只觉得胸中积压了半年的那口浊气，随着清晨的山风一扫而空。我看着那行文字，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老周，你看，这就是他们要的现代化治理，这就是他们追求的成本最低化。我颤抖着手指点开评论区，那里早已成了愤怒的海洋。工业防腐剂，我给我3岁的儿子拌了1年的面。陈家3兄弟，你们还有人性吗？当初陈老太太在的时候，连一粒坏豆子都要亲手挑出来，现在这帮畜生居然往里加毒药，退钱坐牢，让这帮为了钱不要命的资本家去死。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在那栋金碧辉煌的集团总部大楼里是怎样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
喂，妈，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公关部说，只要你出来发个声明，说这配方是你以前留下的试验性失误，只要你把这锅背了，公司还有救，我都给。陈瑞，你到现在还没明白自己输在哪儿吗？妈，现在不是说教的时候。公关公司说要5000万才能压住现在的热度，还要请顶级专家洗白。可是财务说账上没钱了。陈磊为了补原材料的亏空，挪用了大笔公款。陈杰为了请那个苏清河，签了天价的保底合同，现在全都在找我要钱。风投的人已经带律师进场了。钱呢？你们那10亿风投呢？你们那翻了几倍的利润呢？都被套住了。股价跌停，银行封了我们的账户，那些供应商像疯了一样在楼下堵门。妈，你不是最疼我的吗？你出来说句话，就说你是创始人，你保证质量没问题，大家会信你的。我疼的是我那个曾经正直的儿子，不是现在这个满身铜锈的赌徒。陈瑞，那是工业防腐剂，那是会吃坏人心肝的东西。你让我去保证，你让我拿着30年的名义去给你的毒药陪葬。我陈素芳这辈子哪怕饿死在路边，也没往酱里掺过一粒沙子。你们亲手把素芳这2个字扔进了泥坑，现在想让我跳下去帮你们洗干净，做梦！老板，咱们的素贞！我抬头望去，只见原本冷清的厂房门口，不知何时已经排起了长龙。有当地的居民，有闻风而来的食客，更有几10辆贴着拒绝毒辣酱标语的货车。陈大姐，我们要买素贞，我们要吃没有毒的酱。我们要吃当年的那个味儿，我们要吃当年的那个味儿。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正义。陈家3兄弟以为靠着资本和谎言就能只手遮天，却忘了这世上最硬的道理是人命关天，最强的公关是问心无愧。老周，开仓！我大声宣布，声音穿透了晨雾。今天所有素贞辣酱优先供应给老顾客，我们不涨价，不搞饥饿营销。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饭桌不是资本的试验场。我走到第一口陶缸前，抓起搅酱铲，用力一挥，醇厚的酱香在空气中炸裂开来，与远方集团大楼崩塌的灰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狂喜。那不是报复后的快感，而是作为一名匠人，在看到邪门歪道被彻底碾碎后，对天道轮回的敬畏与欢呼。黑天鹅飞过了素芳的废墟，而我的素贞正迎着朝阳破壳而出。陈瑞、陈磊、陈杰，好戏才刚刚开场。你们欠这块招牌的，欠那些消费者的，我要你们1分不少的还回来。成交的清晨，我的酱厂门口排队的人群还没散去。老周的儿子，那个曾经的车间主任，因为3兄弟所谓的改革，沦为了保安。现在是我新工厂的义务情报员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的背景是集团总部顶层那间极尽奢华的总裁办公室，画面里气氛冷得像冰。沈总，您听我解释，这只是暂时的舆论危机，只要公关费到位，肯定能压下去。大儿子陈瑞的声音带着卑微的讨好。坐在办公桌后的是鼎晖资本的代表沈方平。半年前，他带着10亿支票进场时，3兄弟把他当成财神爷，恨不得跪下舔他的皮鞋。而现在，沈方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慢条斯理地将一份红头文件推到了桌子中间。陈总，资本是不听解释的，资本只看财报。沈方平的声音毫无感情。根据半年前签下的对赌协议，如果公司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导致股价连续跌停3日，或者年度利润预估偏差超过 50%， 资本方有权启动一票收回条款，并要求管理层按初始投资额的 150% 进行现金回购。15亿，3天内，如果这笔钱没打到指定账户，你们3兄弟名下的所有股份、房产、车辆，甚至这栋大楼，都将进入清算程序。视频里，陈瑞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那副金丝眼镜滑到了鼻尖，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瘫在椅子上。15亿，我们哪来这么多钱？钱都投进生产线和原材料预付困里了，还有老三搞的那个代言。二哥，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要不是你为了吃回扣换了那些烂辣椒，能出这种事儿？现在出事了，你想让我背锅？我吃回扣那是为了降低成本完成对赌，大哥也是同意了的。够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老二，你这些年私下挪用的那2000万，马上吐出来！老三，你那个营销公司的账目我也查了，你起码吞了3000万的推广费，都给我拿出来凑钱！凭什么？大哥，决策是你做的，字儿是你签的，风投是你引进来的，对赌协议也是你为了上市强行要签的。现在公司垮了，你想让我们倾家荡产陪你玩？我告诉你，没门儿！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是个刚愎自用的蠢货！你以为你真是商业奇才？离了妈，你连个屁都不是！这一巴掌彻底引爆了积压已久的怨气。视频里曾经西装革履、自诩现代化精英的三兄弟，像3只疯狗一样扭打在了一起。名贵的红酒洒了一地，像极了某种腐烂的血迹。沈方平冷眼看着这一切，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优雅的起身，扣上西装扣子，带着律师团扬长而去。在他眼里，这三兄弟从来不是什么合作伙伴，只是3只用来生钱的实验小白鼠。现在实验失败，小白鼠互啃，他只需要收割剩下的皮毛。我看着手机屏幕，胃里泛起一阵恶心，随即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舒畅。老板，看得真解气。老周在一旁唏嘘，当初他们赶你走的时候，可是一个个意气风发，说要带公司走向世界。现在倒好，还没等外人动手，自己先咬上了。我收起手机，看着厂房里热火朝天的生产线，他们从来没有爱过那块招牌。在他们眼里，辣酱只是筹码，品牌只是工具。当工具不能生钱时，他们之间那点可怜的血缘关系，甚至不如一罐过期的辣酱值钱。这就是资本的夺命锁，它能送你上青云，也能在你失足时变成勒死你的绞绳。陈瑞、陈磊、陈杰，你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聪明，最终成了送你们上路的毒药。看着你们狗咬狗，我只觉得所有的委屈在这场闹剧中被洗刷得干干净净。老周，别看了，烂掉的东西就让它烂在泥里吧。窗外夕阳如血，而大楼里的哀号才刚刚开始。城郊的清晨，空气里浮动着一种近乎神圣的香气，那是素贞第一批足月发酵的辣酱即将出缸的味道。辛辣中透着浓郁的酱香，像是一把火在微凉的晨雾中劈开了一条路。我正站在那口1人高的大陶缸前，双手握着沉重的木质搅酱铲，每一次搅动都能感觉到缸底那股厚重如泥却又充满生命力的阻力。汗水顺着我的鬓角流进脖子里，有些痒，但我没去擦。对于一个匠人来说，酱料在发酵末期的每一次呼吸都需要全身心的去感悟。妈，我握着铲子的手没有任何停顿，那节奏稳得像钟摆，带起洪亮如玛瑙的酱汁。妈，我来看您了。脚步声近了，带着昂贵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咔嗒声，在这空旷简陋的厂房里显得格外刺耳。我依然没理会。陈瑞走到了离我3步远的地方，停下了。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礼盒，那是顶级的人参和燕窝，包装精美的，能直接送进博物馆。可此时，这些东西拎在他那双因为过度焦虑而不断颤抖的手里，只显得滑稽。那副象征着精英身份的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布满血丝、充满了绝望与疲惫的眼睛。妈，这是您最喜欢的。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放下吧，这里灰大，别弄脏了你的名牌衣服。陈瑞像是得到了特赦令，急忙把礼物放在一旁的旧木凳上，往前跨了一步，声音里带了哭腔：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老二和老三那2个混账，我已经把他们踢出董事会了。现在公司乱成一锅粥，银行封了账目，供应商在楼下静坐，还有那些记者。妈，只有您能救公司了。他伸出手想来抓我的衣袖，却被我侧身让开了。我提起搅酱铲，看着上面挂着的浓稠酱汁，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哼，救公司？怎么救？让我去给那些吃了工业防腐剂的消费者道歉，还是让我去求鼎威资本撤回对赌协议？陈瑞，
你是不是忘了1年前你是怎么在年会上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精力衰退、思维保守的？妈，那是儿子一时糊涂，我是被资本迷了眼，我是被那2个弟弟撺掇的。您看在素贞这2个字是您30年心血的份上，您回公司坐镇吧。只要您肯露面，去跟官方说那批货是误操作，去跟公众承诺我们会改，大家一定会给您面子的。您是行业的标杆啊！我听着他这些话，心里只觉得一阵阵泛冷。到了这个时候，他想的依然不是怎么去弥补那些受伤害的消费者，不是怎么去挽回食品安全的底线，而是想让我这张老脸去当他那些肮脏勾当的遮羞布。标杆！我放下铲子，慢慢走到他面前。陈瑞，你错了。从你们往酱里加第1颗工业防法剂开始，素芳这2个字就已经死了。它不是毁在我手里的，是毁在你们的贪婪和傲慢手里的。妈，求你了，15亿啊！如果赔不出这笔钱，我不仅会一无所有，我还可能要去坐牢。您忍心看着您的亲生儿子去坐牢吗？他抱住我的腿，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我用力推开他，眼神冷得像冰。陈瑞，路是你自己选的。当初你逼我签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把老周他们这些老员工当垃圾一样裁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我转过身，重新拿起绞酱铲，继续我未完的工作。我已经退休了，这厂房，这酱缸就是我的全部。至于你那个价值几十亿的烂摊子，我没精力，也没兴趣去管。陈瑞的声音变得尖锐而疯狂。妈，你真的要见死不救？救！我头也不抬，用力一搅，酱香瞬间压过了他身上那股颓废的香水味。我正在救，我救的是中国辣酱的名声，救的是我这一辈子的良心。而你，陈瑞，你该去救救你那颗烂掉的心。老周，送客。以后这种不相干的人不要放进来，别坏了我的酱味儿。老周从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拎着那把巨大的绞酱铲。大少爷，请吧，老板要起锅了，闲杂人等回避。陈瑞瘫坐在地上，看着我忙碌而坚定的背影，终于意识到，那个曾经只要他撒个娇就会心软的母亲，已经在他签下那份协议的那一刻彻底死去了。他失魂落魄地站起身，连那些昂贵的礼物都忘了拿，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厂房。我听着那辆保时捷发出的轰鸣声渐渐远去，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洒进厂房，照在那缸红亮的辣酱上。老板，心里难受吗？老周走过来，低声问。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着满屋子的酱香，嘴角露出一抹释然的笑。难受？不，道德绑架血脉亲情，当这些东西被明晃晃的利益践踏过之后，就不再是牵绊。老周，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么痛快过。我陈素芳只认这缸里的真心，至于那些烂掉的垃圾，就让他们随风去吧。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踏入这栋大楼，大理石地砖依旧光可见人，空气中依旧弥漫着那种昂贵的香氛味，但一切都变了。曾经那些见了我都要点头哈腰，亲热地叫一声陈大姐的员工，此时正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工位间穿梭，手里抱着纸箱，脸上写满了大难临头的惶恐。我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深灰色羊绒大衣，脚下的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的每一声闷响都像是敲在这些人心头的重锤。我身后跟着的是由顶尖律师、精算师和财务顾问组成的专业团队。老周换上了一身笔挺的黑西装。陈总，会议室到了。老周替我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红木大门。会议室内，阳光依旧从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但屋里的3个人却像是活在阴影里的老鼠：陈瑞、陈磊、陈杰。
他们颓然地坐在原本属于我的主位周围，目光呆滞。听到开门声，3个人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先是迸发出一种看到救命稻草般的狂喜。但当他们看清我身后那支严阵以待的团队时，那抹光瞬间熄灭了。陈瑞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的不像人声：“妈，您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我没有看他，径直走向长桌的尽头，那个主位，半年前我被他们强行驱逐的地方。我拉开椅子，从容坐下。我今天不是以你们母亲的身份来的。这是素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素方酱业集团的全面收购邀约，包括你们手中所有的股权，这栋大楼的所有权、生产线、一项项资产，以及素方这个品牌的所有权。我们要约的收购价格是1元人民币。1块钱？这公司就算停产了，地皮和设备也值好几个亿。妈，你这是趁火打劫！坐下。我冷冷地吐出2个字。陈磊被我眼神里的寒意震慑住，竟然不由自主地跌回了椅子。你们可以拒绝，但根据我的律师团队审计，你们挪用公款非法添加，再加上那15亿的对赌违约金，一旦进入司法程序，陈瑞作为法人，起步是15年。陈磊，你的财务造假够你蹲到下辈子。陈杰，你的洗钱嫌疑也跑不了。你们签了这份协议，我会动用素珍的流动资金帮你们偿还那15亿的窟窿，并撤销对你们的民事诉讼。简单来说，这1块钱买的是你们3个人的自由，是签下这张卖身契，还是去监狱里吃牢饭？我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会议室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陈瑞颤抖着拿起那支钢笔，我认得那支笔，那是半年前他逼我签字时用的那一支。妈，你真的一点情分都不讲了吗？我们是你亲生的呀！哼，情分？当你们往酱里加毒药的时候，讲过情分吗？当你们逼我净身出户的时候，讲过情分吗？当你们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把这块招牌踩在脚下的时候，讲过情分吗？陈瑞，你要的情分我已经给过了。我给了你们30年最好的生活，给了你们最好的教育，甚至给了你们这家公司。是你们自己亲手杀了那个爱你们的母亲。签吧，签了，你们还能保住命，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不签，今天下午，证监会和经侦支队就会出现在这间办公室里。陈瑞的手抖得像风中的枯叶，他闭上眼，2行悔恨的泪水划过脸庞。他知道他没有任何筹码了，他引以为傲的资本、流量、心机，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了泡影。那是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陈瑞签了，陈磊签了，陈杰一边哭一边也签了。当最后一份协议交回到我手中时，老周激动得浑身颤抖。他走到窗边，指着楼下那块巨大的、已经有些蒙尘的素方辣酱招牌：“老板，咱们拿回来了！”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不，老周，素方已经死了。从今天起，他叫素珍。我回头看着那3个失魂落魄的儿子。协议里有一条，你们可能没看清，收购完成后，你们名下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将被查封抵债。明天早上搬出你们的豪来，把车钥匙留下。我会给你们每人发2套素珍的工服。南郊的辣椒基地缺几个挑辣椒的苦力。妈，你要让我们去乡下挑辣椒？你可以选择不去。监狱的大门随时为你们聘开。他们瘫软在椅子上，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我带着团队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大厅里原本惶恐的员工们看到我出来，纷纷停下了动作。陈总，有人试探着叫了一声，我停下脚步，环视全场。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有素方辣酱，这里只有素真酿造。所有的生产线立即停产，所有库存的毒辣姜全部销毁。老周，通知贵州和南刀的基地，第一批顶级辣椒明天进场。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栋大楼里的工业味儿给我彻底洗干净。好！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紧接着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整栋大楼。那些曾经被压抑的、被资本扭曲的匠人之心，在这一刻重新复苏。我走出大楼，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从怀里掏出那条洗得发白的旧围裙，当着所有媒体的镜头郑重地系在了腰间。我陈素芳回来了。我对着镜头露出了这半年来最灿烂、最自信的笑容。真正的味道从来不会被资本淹没。今天起，素真开坛。这一刻，我站在了权力的巅峰，也回到了匠人的初心。脚下的路很长，但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踏实。陈家三兄弟，好好在泥地里忏悔吧，而我要带着这口老酱去征服这世界所有的舌头。南郊工厂的装卸车间里，阳光斜斜地打进来。空气中悬浮着细碎的辣椒粉尘，那种辛辣味儿对于常年待在空调房里的贵公子来说，简直是致命的催泪瓦斯。大哥，我不行了，这活真不是人干的。起来，别在这丢人现眼！陈瑞低吼着，虽然他自己也累得双腿打颤，但大儿子的那点自尊心让他还在死撑。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手上的红辣椒汁蹭到了眼睛里，疼得他发出一声变了调的惨叫。哟，两位皇太子，这就受不了了。老周的儿子周明此时正背着手慢悠悠地走过来，他现在是车间的副主任，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痛快。当年老太太带着我们连干3天3夜，卸了几十吨货的时候，可没见谁喊过一个累字。三少爷，这袋辣椒你要是搬不动，今晚的员工餐可就没你的份儿了。咱们素真不养闲人，这是陈总定下的规矩。陈杰眼珠子通红，压抑了数日的委屈瞬间爆发。周明，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算个什么东西？以前见了我连大气都不敢喘，现在敢跟我这么说话？以前你是少爷，现在你是学徒。学徒就要有学徒的样子。这袋胶，搬还是不搬？你搬。周明赶紧站直了身子。陈总，我摘下腰间的围裙，递给身后的老周，缓缓步入这片充满了辛辣与汗水的领地。我看着我的2个儿子，他们一个眼神躲闪，一个满脸愤恨。我径直走向那堆麻袋，从里面随手抓起一颗晒干的灯笼椒。陈杰，你觉得这颗辣椒值多少钱？我把它举到三儿子面前。几分钱吧，最多1毛。在你们眼里，它只是几分钱的原材料，是财报里可以无限压缩的成本。但在我眼里，它是一个浇农1年的指望，是酱缸里发酵半年的灵魂。陈瑞，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的素方会爆出工业防腐剂？是为了延长保质期，降低损耗，提高做转率。不，是因为你们偷了工，减了料。你们以为偷工减料只是少放了2颗胶，多加了2颗药，错了。最致命的偷工减料是在这里。这世上最难酿的，不是辣酱，是人心。一罐酱，你可以靠化学手段骗过消费者的舌头，但你骗不过天道轮回。你们当初裁掉老张他们这些老员工，是因为嫌他们工资高、年纪大，不认同你们那套快钱理念。你们减掉的是成本，丢掉的
却是人情和敬畏。妈，我们真的还有机会吗？这取决于你们自己。我重新接过老周手里的围裙，熟练地系在腰间。在素贞，没有皇太子，只有守墓人，守的是这块招牌的清白，守的是食客舌尖上的安全。搬完这车货，去洗把脸。明天开始去发酵池守着。什么时候能听懂酱缸里的呼吸声，什么时候再来见我。周明，按规矩办事，干不好一样开除。是，陈总。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我走出车间，深吸了一口外面新鲜的空气。老周跟在我身后，低声感叹：老板，你这一刻比给他们10亿现金都管用。只是，他们真的能熬下来吗？我看着远方连绵的青山，那里是我们的原材料基地，是品牌真正的根基。熬得下来，他们就是我陈素芳的儿子；熬不下来，他们就是被时代淘汰的残脆品。素贞这个名字，不仅是给食客看的，更是给我自己看的。素心如初，真味无双。如果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教化不了，我这辈子也算白酿了这缸酱。我回头看了一眼热火朝天的车间，以前我觉得把公司做大上市，赚取花不完的钱就是成功，可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成功是当你摘下所有光环，依然能挺直脊梁，守住那一点点关于真的底线。人心不能偷工减料，这一刻他们得用一辈子去修，而我也会一直盯着。老周，走吧，去实验室。那一批新剧种的活性，我得亲自过目。夕阳西下，我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很长。大楼崩塌了，但废墟之上，新的生命正在这辛辣的味道中野蛮生长。清晨的阳光透过素贞集团总部大楼那扇巨大的落地窗，斜斜地洒在深灰色的地毯上。办公室里没有了往日那股浓烈的香水味和廉价的咖啡香，取而代之的是茶几上那一盏清茶袅袅升起的微苦气息，以及窗台上那一盆老姜散发的淡淡辛辣。楼下几辆蓝白相间的警车闪烁着灯光，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刺眼。老周推门进来，老板带走了。他手里拿着一份刚拟好的通告，声音里透着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陈磊是在南郊基地被带走的，罪名是合同诈骗、挪用公款，还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律师说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恐怕这辈子都难出来了。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看着杯中起伏的茶叶，没有说话。窗外整座城市正在苏醒，从这个高度望下去，街道像血管一样延伸，而在那些血管的末端，是数十个正在扩建的素贞原材料基地，是数千家重新挂上素贞招牌的直营店。那是我的版图，是我用30年心血、半年的隐忍，以及最后的一丝决绝，重新拼凑出来的商业帝国。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吗？我抿了一口茶，茶水已经凉了，有些涩。他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说你是全天下最狠心的妈，说你为了保住公司，亲手把他送进了监狱。他还说，大哥和老三在车间受苦也是您设计的，说您根本不配当母亲。我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显得有些清冷。当陈磊为了吃回扣，把那些重金属超别的辣椒面混进酱缸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那些吃酱的孩子？当他为了抹平账目，勾结外人试图做空自家公司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那是他母亲的命根子？他错了。我放下茶杯，转过身，背对着老周，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龙。不是我把他送进去的，是那缸带着毒的酱把他送进去的。老板，陈瑞和陈杰那边要告诉他们吗？他们现在在发酵池那边干的还算卖力，听说陈磊被抓，陈杰吓得哭了半宿。陈瑞倒是没说话，只是一个人在池子里搅了一天的酱。不用告诉，他们很快就会在新闻里看到，让他们继续干。如果他们真的能从那股酱香味里悟出点什么，或许以后出来还能有一口饭吃。
如果悟不出来，那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老板，陈磊的案子下周开庭，律师问您要不要去见他一面，或者要不要私下里打个招呼，看能不能减点刑。毕竟，那是我的亲生骨肉。我看着玻璃窗里映出的那个影子，那个女人头发已经全白了，但脊梁挺得笔直，眼神冷冽的像是一把淬过火的刀。不去。路是他自己关上的。当他决定背离贞子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再是我的儿子了。我走到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罐刚刚封装好的素贞原酿，没有精美的代言人头像，没有花哨的广告语，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以及那一抹厚重如红宝石般的色泽。为了这一罐酱，我失去了3个儿子，失去了一个家，甚至差点失去了这一生的名誉，值得吗？在这个物欲横流、资本至上的时代，坚守一份真，代价竟然如此惨烈。把楼下那块招牌拆了吧，那个名字已经脏了，洗不干净了，换上新的，只要素贞2个字，背景要纯白的，字要正红的。好，我这就去办。老周点点头，转身走向门口。走到一半，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老板，您保重身体。巨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重新走回落地窗前，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金色的光芒给整栋大楼镀上了一层冷冽的灰芒。我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曾经在路边摊冒着严寒搅动铁锅，曾经在谈判桌上签下数亿的合同，也曾经在昨夜的梦里抚摸过那3个孩子年幼时的脸庞。但现在，这双手只属于这缸酱。我是陈素芳，我是这调味品行业的王。我失去了母亲的温情，但我找回了匠人的灵魂。从此以后，这世间再无素芳，唯有素贞。这股味道将穿透岁月的迷雾，永远地流传下去，哪怕这条路上只剩下我一个人。